俄战术库存耗尽，特朗普承认俄罗斯无法击败乌克兰。普京亲自站台的针数导弹只剩下1枚还能凑合着用，连精度都崩了，导弹这么拉胯，仗也不容乐观。G7领导人达成一个共识，俄罗斯无法在战场上击败乌克兰。就连特朗普的态度也出现了明显转变，声称要继续施压俄罗斯。与此同时，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多洛夫高调宣布，未来6个月战场优势在乌克兰手里。他们趁势推出大规模军事改革，并且瞄准导弹研发，牵手欧洲导弹巨头 MBDA 一起造海王星2，直指俄罗斯纵深。俄罗斯的针数明明是王牌导弹，怎么出了这么多问题？特朗普的态度为什么出现了转变？乌克兰又会如何改革？针数的事情还得从2024年11月说起。那时候，俄军第一次把针数扔到第聂伯罗，普京也没管实际效果，反正主打一个得意。打完立马下令加速生产，再给我搞出4枚来。总之，这东西得量产，要保证俄罗斯的持续威慑。然后就是一连串的翻车现场。达拉斯分析公司的数据显示，那4枚赶工出来的导弹已经打出去了3枚，1枚在2026年1月砸向了利沃夫地区，5月底的阵仗更大，2枚同时射向基辅。结果其中1枚根本没飞到地方，直接在俄军占领的顿涅茨克地区坠毁，另1枚倒是飞到了，结果就砸了几个仓库。这么算下来，俄罗斯手里可能只剩1枚针数了。如果这枚针数真的有普京吹得那么厉害，就算数量少，也能如普京所愿对乌克兰进行震慑。问题是这东西好像有点太拉胯了。达拉斯分析公司挖到了一份2025年3月的俄军采购文件，还搞到了米丘林斯克进步厂和亚速光学机械厂之间的内部通信。这2家算是俄罗斯有名的国防工厂。文件显示，针数导弹用的制导核心部件叫 GU503 航空陀螺仪，专门负责在飞行中稳定导弹姿态，修正俯仰、滚转和偏航偏差。然而这种陀螺仪早就停产了，校准和测试它的设备还是上世纪70年代初开发的，大部分零件已经报废，而且根本找不到替换件，妥妥的苏联老古董。然后就是最离谱的事情，这么多零件都需要进行现代化的修补改造，但这需要进行大量的时间，但是客工给他们定的有最后期限，那怎么办呢？制造商想了个办法，直接绕过了某些标准的质量控制程序，就这样稀里糊涂的把东西产出来了。这下就捅了娄子，陀螺仪无法正常工作，那么导弹发射后完全就是盲飞。在超高音速飞行中，仅仅 0.5 度的未校正机械误差就会在整个飞行轨迹中不断累积放大，以至于导弹最后偏离目标几十公里。制造商不是没想过办法，他们曾考虑用暴风航空企业联合开发的新型陀螺仪来替换 GU503， 但乌克兰方面在导弹残骸里发现，上面装的依然是 GU503， 生产日期标注的还是2025年。说白了，俄罗斯根本没升级，或者想升级也没能力升级，最后还是只能拿几十年前的老古董硬往上装。宣传神话就这样被捅破，普京当然要想办法把面子捡回来。当初亲自为针数站台的他，现在也只能当着全世界的面亲自为针数找补。对，我们用针数打了乌克兰，但是你们都想错了，我们的针数从来没有真正投入过实战，什么第聂伯罗，什么利沃夫，还有去打基辅，我们都是在测试啊。至于为什么针数只打中了空矿区和仓库，因为那是我们专门计算过的地方，这样就方便我们的无人机飞过去查看核弹头的情况。总之一切尽在掌握之中。针数很好，我们在训练场专门测试过的。说实话，这一番论调快给火力军看笑了。吹上天的王牌导弹，实战打出来这样的战绩，普京还能硬把实战说成测试。俄罗斯的所谓杀手锏也不过如此。然而战场上的局势不会因为他的嘴硬发生改变。就在这几天，连特朗普也改口了，承认了俄罗斯正处于劣势。而这一切的转折点就在刚刚过去的G7峰会。我们要知道，在此之前，特朗普其实是不太看好乌克兰的。从2025年8月他在安克雷奇跟普京见完面之后，就一直念叨乌克兰没有牌能打，应该割地求和，导致那场安克雷奇会面一度被媒体形容为普京的胜利。但这次G7峰会上一切都变了。在泽连斯基抵达埃维昂来班之后，峰会东道主马克龙瞅准时机，安排了一场特朗普和泽连斯基的非正式会面。泽连斯基当场给特朗普看了几张照片，照片上是被俄罗斯导弹袭击后的基辅洞窟修道院圣母安息大教堂，曾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然而这个地方在俄军对基辅的大规模空袭中遭到了严重破坏。据彭博社援引G7官员的话说，特朗普被触动了，那一刻之后事情开始起变化。特朗普的日程表上临时新增了一场与泽连斯基的单独会面。
这一次他完全没有了以前那种逼乌克兰割地投降的调子，而是确定俄罗斯必须达成协议，甚至暗示要重新实施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德国之声首席政治编辑米夏埃拉·屈夫纳随后在社交媒体上披露，特朗普在及其峰会间隙承认，目前在俄乌战争中，普京处于比之前更弱势的地位。这个态度转变来得太猛了。不过特朗普能出现这种转变，当然不只是因为那张照片，而是因为乌克兰打得太好了，前线一路反推，对俄罗斯后勤进行一连串打击，使得莫斯科的资源问题越来越严重。再加上俄军进攻节奏猛降，普京自己都要承认，现在的推进速度太慢了。这样的战果足以让特朗普侧目，也足以让及其领导人形成一个共识：在这场战争中，俄罗斯无法击败乌克兰。既然如此，支持乌克兰才是最正确的选择。特朗普的转变背后还藏着一层更深的算计。特朗普跟其他领导人做了笔交易，他在乌克兰问题上让步，欧洲盟友和他一起清除霍尔木兹海峡的水雷。不过不管出发点是什么，最后的结局是大家达成共识，继续援助乌克兰，制裁俄罗斯就对了。而乌克兰也确实正站在一个难得一遇的窗口期上，特朗普转向盟友达成共识，外部环境已经铺好了路，但仗终究是要靠乌克兰自己打的。乌军的未来到底要怎么搞？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在接受 TSN 采访时给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判断：未来6个月，乌克兰将在战场上保持对俄军的优势。乌克兰要做的就是抓住这6个月的窗口期。他能这么肯定，一方面还是因为切断了俄罗斯的星链，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乌克兰的中程打击无人机正在重塑战场规则。费多罗夫在采访中透露，2026年前4个月，乌克兰国防部签约采购的中程打击无人机数量比2025年全年增长了300%。这些无人机能达到前线后方150公里的目标，燃料库、弹药库、指挥所一个都跑不掉。而且他还专门搞了一个后勤封锁计划，打的就是俄军的后勤线。我们都知道，打仗打来打去，最后拼的还是后勤补给。一旦后勤断了，前线再能拼也是徒劳。这种打法已经见效了，被孤立的克里米亚就是最好的例子。不过，乌克兰的脚步不会只停留在这里。按照费多罗夫的计划，乌克兰下一阶段的关键是让低成本无人机具备自主识别和打击目标的能力。除此之外，战场形态也在变，传统的短程炮兵在前线越来越不好使，因为杀伤区已经大幅扩大，射程12到18公里的火炮现在很容易被敌方无人机点名。这意味着对乌克兰来说，射程30公里以上的远程弹药不再是更好，而是必须使用更远射程的弹药。就在5月底，乌克兰刚刚完成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155毫米远程炮弹采购，所有合同弹药预计在2026年内完成交付，为的就是把乌克兰的杀伤区继续往外推。打得更远还不够，必须要防得住，所以防空依然是乌克兰的重中之重。目前乌克兰已经把直升机改装成了沙赫德杀手，连上互联网、雷达和光学设备，专门拦截那些无人机。政府甚至向民用飞行员开放了航空使用权来帮忙。至于那些弹道导弹，费多罗夫的态度很鲜明，就是因为俄罗斯战场失利，所以才会想着用导弹来狂轰滥炸，打不过就砸东西，能有多少出息？再说了，现在的普京能有多少家底？之前攒了好几周才朝基辅扔30颗导弹，大部分还被乌克兰拦截。如果俄罗斯还拿这些手段来威慑乌克兰，就有点太落后了。而且乌克兰也在发展自己的弹道导弹，等到自家导弹出炉，就可以往俄罗斯的地盘上砸，告诉俄罗斯现在不是你们炸我们的时候了。武器是硬件，但打仗最重要的终归还是人。费多罗夫上任后力推军事改革，就是在解决这个要命的问题。6月12日，泽连斯基正式宣布启动乌克兰军事史上第一次全面军队改革，核心就一句话：风险越大，钱越多，把乌克兰的士兵薪酬拉到全球最高作战薪酬水平来梯队。先说涨薪，步兵的月薪拉到了平均6700美元左右，最高能达到10300美元。而在这之前，步兵一个月撑死了也就2300到3500美元。相当于在原来的月薪基础上翻了2到3倍。后方人员也要涨，原来大概也就447美元，现在涨到了差不多670美元。连带着指挥官也涨了工资，比如军级指挥官一个月能拿5100美元。光有死工资也不行，还得有补贴。战斗阵地执勤每天补约223美元，执行搜索歼灭任务每天补约447美元，参加突击进攻每天补约893美元，奖金也要跟上。俘获1名俄军士兵就奖励约2200美元。经视频确认击毙1名敌军，奖励约335美元。反正只要你冒了险，那么钱是不会吝啬的。然后就是合同，按照费多罗夫的说法，一个人签了合同，就要知道自己会在哪里服役，要服役多久，能拿多少薪水。现在的乌军合同分3种，第一种就是步兵突击合同，平民签14个月，分为2个月培训加12个月服役；现役军人签10个月，
提前退役人员签6个月。第二种是作战合同，像无人机操作员、炮兵、电子战专家等等人员要签1年。第三种就是基本合同，后勤、参谋等岗位签的都是这个，也是1年的期限。每份合同都保证6个月的休整期，前线1个月就折算3个月休整。举个例子，一个步兵服役10个月，其中4个月在前线，就能拿到1年半的休整期。而且这些合同不分国籍，外国人来帮忙也按本国士兵的合同来。还有很多人关注的退役，退役参考2个标准：从哪一年开始服役，参加了多长时间的战斗行动。简单说，干得越久，打得越多，走的就越早。预计从2026年秋末就启动这项工作，优先考虑2022年及之前入伍的老兵。这次军改甚至还考虑了一个问题：逃兵。这仗打了这么久，说没有逃兵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只是一味的追责，那等于说把人越逼越远。所以乌克兰干脆出了一项现实政策，从改革开始到9月20日之前跑的人可以自己通过阿尔米加应用程序选择一个新单位，你想去哪里就自己提交报告，然后在5天之内去报道就行。至于改革后跑的人，那就别想有这种待遇了。据 UN 报道，改革开始后没几天，阿米加已经收到几百份回归报告，也说明了乌军这项政策的明智。很多人可能都有疑问，乌克兰不是很缺钱吗？怎么还敢给士兵搞这么猛的改革？答案很简单，审计。乌克兰搞了一场国防部内部的大规模审计，具体包括根据160个标准对所有作战部队进行评估，审查所有支出级别，并建立详细的上网追踪系统。其中比较关键的一项就是用竞争性招标取代不透明采购。就拿前面155毫米炮弹的招标来说，一家供应商把每发炮弹的报价降了1000美元，一发炮弹1000美元，累积起来的数字可想而知。这样一审查就节省出来约13.4亿美元，国防部索性全砸到了士兵身上。在接受采访时，除了军事改革，佩洛罗夫还透露了一项秘密行动，直指俄罗斯的火炮系统。在前线，火炮一直是乌军最大的威胁，乌军相当一部分的伤亡全是火炮轰的，所以乌军老早就盯上这些火炮。但是以前用无人机打火炮有一个很致命的问题，打中不难，打废很难。一门炮挨一下，炮架歪了，轮胎爆了，炮盾穿了，看起来挺惨，但俄军拖回去修一修，换个零件，又能推回前线接着轰。火炮这东西，只要炮管没废，就还能响。所以乌克兰工程师花了好几个月，搞出了一款专门针对炮管的特种弹药。炮管是整门炮最贵、最难换的部件，炮管一炸，整门炮就是一堆废铁，俄军修都没法修。然后就有了6月的阿尔特阿山行动，只用了2个晚上就干废了俄罗斯250套火炮系统，而且全部有视频为证。这个行动还是2025年阿山行动的续集。那个时候，乌军提前囤积了无人机，摸清了俄军装备的部署位置，然后在3天的时间里，投入了将近1000架无人机，专门打俄军的装甲车辆，一下子就干掉了800辆。彼时的俄罗斯正准备在5月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机械化突击，结果装甲车报废那么多，硬生生拖到10月才开始，这一耽搁就是半年，一个进攻窗口期就这样被乌克兰摁没了。从打装甲到打火炮，还有那个后勤封锁计划，乌克兰的无人机正在一步步把俄罗斯的战争机器拆得七零八落。光有无人机还不够，乌克兰要的是自己也能造出足够猛的远程大杀器，所以他们找上了欧洲最大的导弹制造商 MBDA， 就是风暴之影的老家，要一起搞海王星2巡航导弹。乌克兰方面负责这个项目的就是海王星的亲爹射线设计局。海王星这个东西很多朋友应该都熟悉，最开始是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射线设计局搞出来的一款反舰导弹，2021年才进入有限服役，射程也就280公里左右。结果2022年4月，2枚海王星直接干沉了俄罗斯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巡洋舰，这一下就让俄罗斯丢了大脸。全世界几十年来还没有哪一个国家遭受过这么惨重的海军损失，一款默默无闻的乌克兰导弹就这样彻底扬。从那以后，乌克兰工程师就开始琢磨，既然能打船，为什么不能打陆地上的目标？所以从2023年开始，乌克兰给海王星加了 GPS 和红外指导，搞出来一个对地攻击版本长海王星，并且在2025年将其投入实战。按照官方数据，长海王星的射程能拉到1000公里，弹头也加大到了260公斤，而且这是国产导弹，完全没有使用限制，想打哪里就打哪里，想怎么打就怎么打。像新罗西斯克和图阿普谢等地全挨过长海王星的炸。但长海王星再能打，底子还是反舰导弹，再怎么改也有天花板，不能完全满足乌克兰的要求。乌克兰想要的是从头到尾专门为对地攻击设计的，真正能跟欧洲顶尖技术水平平起平坐的新一代巡航导弹。现在 MBDA 来了，把欧洲最先进的巡航导弹技术带来了。首先就是隐身能力， MBDA 家的风暴之影和金牛座全都用了隐身设计，从弹体外形到进气道，再到机翼布局和材料选择，
一整套成熟方案就摆在乌克兰面前。其次就是制导系统，原来的海王星用的是主动雷达导引头，在实战中很容易被电子战干扰，但 MBDA 的巡航导弹用的是成像红外导引头，打各种目标都特别准。把这一套搬到海王星2上，就意味着更准更难被干扰。还有战斗部，像风暴之影的皇家兵工厂增效弹头都是2级设计，专门用来打硬目标的。先用聚能装药在目标防护层上炸开一个口子，主战斗部再钻进去引爆，什么加固设施都躲不过一炸。所以这次牵手合作完全就是强强联合，把 MBDA 的制造能力和乌克兰经过实战检验的设计经验绑在一起。海王星2从设计走向大规模生产的速度会比任何一方单干都快得多。而且这次合作只是更大一盘棋的一部分，乌克兰和欧洲正在先进导弹和防空能力方面搞更广泛的合作。4月的时候，泽连斯基就说乌克兰要和欧洲联合建立反弹道导弹系统。紧接着，火电公司就加入了欧洲反弹道导弹联盟，提出了弗雷亚项目，要建立一个一体化防空反导网络，并结合北约标准的Link 16通信网络集成。可以说，乌克兰完全是在紧锣密鼓地推进导弹研发工作。普京打乌克兰，结果把欧洲的军工巨头全打到了乌克兰这边，还硬生生把乌克兰的研发能力打了出来。这剧本写出来都没人敢信，但普京现在也只能发愁。海王星2一旦出来，俄罗斯的纵深还有哪里是安全的？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大家觉得海王星2什么时候能被乌克兰端上来？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最后不要忘记点赞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